这就是理念和现实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。越往后期，现实政治的因素就越重，也就是说，不得不把合理的分析和定义让位于现实的需要。就是左派按照传统来讲是在野的，不负政治责任的，对于既存的建构，这个建构照狭义就是明面上的宪法和政府。照广义的话，就是虽然不是政府，但是是拥有社会资源的各集团，例如资本家、教会、历史遗传下的各个根深蒂固的集团所构成的这个建制，是采取亲和还是敌对的态度，或者说是倾向于维护还是倾向于解构。右派通常是定义为对无论是狭义的政权机构还是广义的社会建制，都采取比较友好的和维护的态度。而左派就是指对这些建制采取比较敌意和解构的态度。那么极左就肯定是彻底的解构，而温和左派是不彻底的妥协的改良。同样，极右是坚定不移、毫无修改余地的维护，而温和右派则是改良主义的维护其基本原则，细则可以修正，这样一个概念。但是这个概念是只适用于19世纪的欧洲，至少是只适用于一战以前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这种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左派通常被认为是跟权力集中、跟经济和政治的权力集中、统一分配管理是格格不入的。换句话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我们通常当做左派特点，就是苏联特点的计划经济、中央集权国家、强有力的纪律性，这些东西在19世纪并不被认为是左派特点，而通常被认为是右派的特点，甚至是极右派的特点。列宁主义的诞生是极右特征和极左特征的结合，所以在当时的左派，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。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，他这种东西根本不是社会主义。但是最终他取得胜利，而且变成社会主义派系中唯一能够掌握政权的势力，而他能够掌握政权，所凭借这些武器，比如说计划经济、中央集权国家、强有力的红军这些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，正是左派，更不要说是无政府色彩非常浓厚的极左派，极力反对，认为是普鲁士军国主义或者是沙皇俄国大俄罗斯主义才积极支持，连温和右派的自由主义者都不能支持的东西。然而，左派甚至极左派只有运用这些工具，才能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。因此，是后来渐渐的这些特点也被认为是左派的特点，甚至最后到了冷战时期，由于冷战的主力西方的盟国的盟主美国是强烈支持自由主义的，而苏联却是强烈主张中央集和计划经济的，因此。冷战时期给人印象反倒是通常的流行说法，反倒是中央集权式的，强调组织纪律管理是左派特征，而右派特征是自由市场和个人选择。但是这样一个冷战时期，比如说艾森豪威尔时期印象，其实跟例如普法战争以后1880年的欧洲的印象是基本相反的。那时候的人的印象就是左派是自由散漫甚至无政府主义的，越是强调组织纪律和中央集权管理，就是越是右派。这个就是这种印象上的转变，其实就是现实政治渐渐压倒了理念的结果。苏联产生以后的左派，主要是根据苏联的形象来塑造自身的，因此19世纪被认为是左派的那些很多特征，现在反而融入了以美国为代表的，其实是包含了社会民主党因素和自由派因素，也就是说，同时融合了19世纪意义上的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特征的一个共识政治特征。当然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，左派和右派的标准又有了新一轮变化的可能。至少在美国，我们已经看到，在里根和克林顿总统以后，传统的新政左派强调社会福利国家左派已经放弃了社会福利的影响，
观点，转而采取亲市场的你跟传统上被认为是右翼的政策。因此，金里奇和川普时代以后的左派和右派又变成。是左派被认为是倾向于多元文化和拥护全球化，右派被认为是倾向于民粹主义和强调基督教文化特点的这个集团。然而，这个定义就跟冷战时期定义又不一样了。例如，作为川普和金里奇主要支持者的美国民粹主义者，他们在经济上并不是特别富有，而也不是特别亲市场。而被认为是左派的拜登和民主党继承了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的传统，它是强烈亲资本的，也就是说出现了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和冷战时代不可能出现现象。被称之为左派这些人往往是有钱人和亲资本的，被称为右派这些人往往是不太有钱而反对资本的。将来的情况会发展成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还不能充分的意识到，也就是说，19世纪、20世纪和21世纪将来可能的情况之下，同一个城可能是所指的对象可能是完全相反的，以至于在前后衔接转型区，例如在1918年以后这段时间内，像罗萨卢森堡这种传统左派就无法忍受苏联产生以后的20世纪对左派的定义。